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筑心日记，我是这里的心田守护者，也是你的小小日记园丁。在这片心田里，陪你一同播下希望，也细细灌溉那些被遗忘、阴影或温柔的故事。不论是哪一面，我都与你一起守护和整理，让每个故事都能在心中绽放新芽。今天讲述的主题从以人为本到慈悲万物，吃素不是极端，而是一种温柔的清醒。你或许看过一只猫在街角发抖，你或许听过一条狗被抓走时回头望着主人，眼里只有恐惧与疑惑。但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，有些地方，这些动物不是宠物，而是食物。有人说，吃猫狗只是文化不同，但这不是文化问题，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。第一章，信与不信。若你心中无信，这些话在你看来不过是空言；可若你心中有信，或者哪怕只有一丝犹疑，那么你应该问自己，你怕的到底是诅咒，还是你怕面对良心的声音？真正的神明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寺庙，其实一直在你心里，那盏微弱却从不熄灭的光。若信便无惧，若惧当自省。劝人勿造众生业。你若不信轮回，不信因果，那么这些话在你眼里不过是空言妄想，与你何干？但若你内心深处有一丝犹疑，有一分害怕，那就值得好好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是在怕什么？是在怕诅咒，还是怕良心的声音？这世界上从来不缺信仰与理论，但最诚实的神明，其实是你内心那盏微弱却从未熄灭的光。你说那只是动物，可它也会怕痛，会想活下去，会看着你逃跑、颤抖、求生。你说人最重要，但真正以人为本的人，不会将他者踩在脚下来证明自己的高贵。仁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是当你看到一只猫、一条狗、一头牛眼神哀伤时，你会有一瞬间愿意放下刀叉，放下暴力，放下一时的欲念。你若信因果，便知一切皆有回响。伤一命，不只是对方痛苦，也是为自己种下未来的恐惧与不安。你若不信，也请记住，一个温柔的人生，不会因为多一点慈悲而减少力量，反而因此更加安稳、尊贵、有福报。众生皆苦，而人有选择。善念一起，众生得度，自己也从恶业中自由。第二章，以人为本，尊重一切生命。以人的需求、尊严、感受与发展为中心来思考与设计。但如果以人为本只停留在人，那就太狭隘了。真正的以人为本，应该是一种从人性出发，进而扩展到所有生命的文明态度。一、价值尊重。每一个人都是有主体性与尊严的存在，不因沦为工具或数据的附属。但同样的，当我们有能力同理彼此，我们也能同理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生命。因为唯有尊重他者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性的高度。二、需求导向。所有制度或设计必须从人的真实处境与需求出发。然而，当我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，却继续践踏其他生命的基本生存，这就不是文明，而是伪装成文明的掠夺。三、文明发展。人不只是经济动物，更是情感、理性与灵性的存在。一个真正成熟的文明，不只追求效率与科技，而是能够培养出更宽广的同理心，去关心弱势，去尊重自然，去怜惜众生。因为真正的发展，不是建筑有多高，而是心有多宽。四、互为主体。不只是关心他人，而是承认每一个人，甚至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当我们能够从人类社会的互为主体，扩展到与其他生命共存共荣，
那才是文明最深的温度。以人为本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以人的需求、尊严、感受为中心来思考。在教育里，它不是把孩子变成份数机器，而是让他们找到热情，找到自己，不以分数为唯一指标，而重视学生的兴趣、潜能、人格培养。教师是引导者，而非灌输者。在企业里，它不只是追求产出，而是要给人尊重，给人意义。不只看员工的产出，而重视员工的福祉、心理健康、工作意义。以关系型领导取代命令式管理。在科技与设计里，它不只是效率，而是要尊重人的使用感受与人权。人机界面要直观、温和，尊重人的使用习惯。AI 技术要考虑伦理与人权，不只是追求效率与获利。在社会制度方面，政策设计应以弱势者、边缘者的需求为优先。城市空间的设计考虑行人友善、老幼无障碍，而非只为车辆或资本服务。在医疗里，它不只是治病，而是看见一个有恐惧、有盼望的生命，强调病人中心而非疾病中心。医疗决策要与患者共同讨论，不是单项指令。哲学背景与文化脉络，儒家仁者爱人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佛家众生平等，慈悲为怀。西方人文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，普罗泰戈拉。现代心理学与组织管理，马斯洛需求层次， Carl Rogers 的以人为中心疗法等。可是如果以人为本就只是为了人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生命就可以被践踏？小标当它被端上桌，人性也碎了。你或许看过一只猫蜷缩在角落发抖求生，你也可能在新闻里看过狗被抓走时还回头看它的主人，眼里是恐惧与不解。但你知道吗？在某些地方，它们不是宠物，而是食物；不是家庭的一员，而是餐桌上的一道菜。有人说，吃猫狗只是文化不同，可这不是文化问题，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。当我们连最亲近、最依赖人类的生命都能无动于衷地宰杀时，还能谈什么善良？文明不只是科技的进步，而是良知的扩展。尊重生命，才能成就真正的人性。虐待与食用猫狗是一种对生命的践踏，因为它们不是野兽，是愿意亲近人类、与我们建立情感的伴侣动物。当它们被绑上铁笼，活生生烹煮，悲鸣无助地求救，那不只是它们在受苦，是我们人类的良知在一点一滴的麻木与崩塌。请不要只选择性地对某些动物落泪，慈悲不能只为了猫狗。真正的慈悲是不忍任何有感知、有恐惧的生命为了我们的口腹而死。吃素并不是极端，而是一种温柔的觉醒，是不愿再让任何一个懂得痛苦的生命为了自己的欲望被牺牲。以人为本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心法。它教我们尊重人，更要学会尊重所有的生命。因为当我们愿意温柔以待世界时，人性才真正完整。第3章，慈悲的起点。你说我爱动物，但那张餐桌是否成了选择性慈悲的证明？如果今天有人吃猫吃狗，你说残忍，那吃鸡、吃猪、吃牛，只是因为它们不是伴侣动物。真正的慈悲不是只对几只可爱的动物，真正的慈悲是扩展，是当你看到一只猫时，你愿意爱它，然后你再看一眼牛、羊、鸡，你发现它们也有恐惧，也有依恋，也有想活下去的心。慈悲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而是一种平等的看见。你说你爱动物，你说你不残忍，可那张餐桌
是否成了你选择性慈悲的证明？有人说，你不是很爱猫狗吗？那你怎还吃鸡猪牛？这样不是虚伪吗？但我想问的反而是，如果你真觉得吃它们残忍，为何不放下那一口呢？我们不是要批判谁虚伪，而是想邀请你诚实地问自己，这世界上有哪一只生灵是天生应该被吃的？它们会痛，会逃，会怕，会流眼泪。你知道的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你习惯了选择不去想。如果今天你会为流浪狗哭，会为猫被虐打而愤怒，那你就已经有慈悲的种子，只是还没让它长出来。慈悲是可以练习的，是一点一滴扩展出去的。你说某些地区吃猫狗是不文明，那我们天天吃猪牛鸡，是不是只是披着文明外衣的选择性残忍？如果你不能接受猫狗被端上桌，那请也试着为牛羊猪鸡想一想，他们的悲鸣只是你没听见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有人会说，可是我不杀它们啊，是别人杀的。但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动物是为了自己而死的，它们是为了人类的习惯、口腹、无视与选择而死。吃素不是完美，而是清醒，是当你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后，愿意走慢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改变一点，为了不再让自己的爱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双标。真正的慈悲不是对几只可爱动物的偏爱，而是愿意把那份爱给每一个也想活下去的生命。试着学习吃早斋，初一15吃斋，一点一点练习，去习惯吃素，而不要一下否定吃素的这件事。它其实只是日常生活中温饱的途径，你可以选，不是没得选。吃素的人可以养宠物吗？猫狗是要吃肉的，肉食性动物，这样吃素还喂养它们，是否违背吃素的初心？吃素是你的选择，但猫狗的饮食来自它们天生的生理需求，它们的身体结构、消化系统、营养需求决定了它们必须摄取肉类才能健康。这不是残忍，而是尊重自然。除非像某些猫狗愿意吃素，如某些道观、寺庙中的猫狗是会茹素的，它们也会向善，也会修行，也会减少杀业而选择吃素。你不必强迫它们跟你一起改变，因为那不是慈悲，那是另一种伤害。真正的慈悲是理解它们的本性，并在不违背它们健康的前提下，选择相对温柔、负责的方式。你可以做的是挑选来源更友善、符合动物福利或低伤害的饲料与罐头。你也可以在生活中持续实践你的素食初心，因为你的选择已经在减少杀生。喂养肉食性动物不会抹去你的善意，相反的，这正是以人为本，扩展到爱护万物的具体行动。慈悲不是绝对纯净的理想，而是在现实中尽可能让每一个生命少一点痛苦，多一点被善待。第4章，吃素不是极端。有人说吃素太极端了吧，但真正的极端是工厂里一排排的铁笼，是一头又一头待宰的牲畜，是明明有选择却选择不看。吃素不是极端，吃素是清醒，清醒地看见这些动物不是物件，而是有感知的生命。清醒地承认，文明不只是科技进步，而是同理心的扩展。吃素不是完美，它只是愿意减少伤害，它是一种谦卑的选择。既然我能不让他们受苦，我愿意少拿一点，只为了让这世界温柔一点。以人为本的文明，不应只是把人放在中心，而是让我们用更宽广的心去拥抱一切生命。因为当我们能对动物温柔，我们也就能对彼此更温柔。当我们愿意放下手中的那一刀，我们也同时放下了人类最深的残忍。吃素不是退让，是人性的升级。第5章，
植物也有生命吗？有人问，植物也是生命，你吃菜不是也在杀生吗？是的，植物有生命，但有2件事必须诚实面对。第一，动物有神经系统，会痛，会怕，会哭，会逃。它们会挣扎，会哭喊，会逃命，因为它们能感知痛苦。那不是想象，那是赤裸裸的现实。第二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植物有感知，那更应该吃素，因为要养一头牛，需要消耗上百倍的植物。我们直接吃植物，反而是最少杀生、最少浪费的选择。这不是道德洁癖，这是逻辑。这不是完美，而是更善。植物虽有生命，但动物有神识。动物不只是生物数据，它们能记住爱，能感到恐惧，甚至能回应你的善意。一只猫会记得你的声音，一条狗会在主人死后守着坟墓，一头母牛会因失去孩子而痛哭。这些不是生理反应，而是灵性的证明。吃素不是因为我们不碰生命，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尽可能不伤害有神识的生命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生命都有灵性，那么吃素就是最谦卑、最温柔的回应。我们不求完美，但求不再麻木。从理解开始，走向慈悲；从慈悲开始，走向真正的人性与文明。第6章，动物也吃动物。还有人说，动物也吃动物，那人吃肉有什么错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推脱，但我们不是猫，也不是狼。我们有厨房，有冰箱，有营养学。我们不用猎杀才能生存，我们有选择，而选择残忍从来不是自然。动物吃动物是本能，人杀动物是文明下的包装残忍。有人因讨厌猫会驱赶甚至更极端且残忍的手法对猫，并且指责因猫会危害鸟类，但这仅仅只是它的生存方式，而真正危害动物的是人。危害的动物不只是猫狗，还有人口声声说要保护的鸟群。猫不会建屠宰场，制作捕鸟网，狼不会发明电击棒。真正将生态推向毁灭边缘的，不是动物的天性，而是人类的欲望与无明。真正的差别就在这里，我们有选择权，却常常假装自己没有。第7章，信与慈悲。你若信因果，便知伤一命，未来必有回响。你若不信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心里一定明白，温柔的人生不会因为多一点慈悲而减少力量，反而因为这份慈悲，你更安稳，更自由，更尊贵。最后，温柔的邀请。吃素不是完美，但它是一个开始，是一颗种子，一次选择，一个温柔的决定。你或许不能马上改变世界，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，让世界少一点恐惧，多一点慈悲。真正的慈悲不是为了几只猫狗，而是为了所有也想活下去的生命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或故事，让我们一起交流成长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和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周的温柔分享。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